师傅，你们提前了3个时辰。那些伏兵不堪一击，我和四师妹还嫌慢了呢。说正经事儿。好，说正经的。师傅，我们这次从西面来，遇到了一批僧人，是从钟离过来的。僧人？南朝的军队还围攻寺庙啊？不是因为寺庙被围攻，僧人们见到南来的流民，收留了上百人在寺庙里。后来流民越聚越多，寺庙也无法养得活他们。于是寺里的方丈就决定护送流民到安全的地方。大家都晓得西州城有师傅在，不会被攻破，自然来了这里。僧人和流民现在在什么地方？流民将人安置了，僧人在城外乾兰寺。11，是不是又长高了？越来越像个大姑娘了。不是不让你来军营吗？你来这种地方做什么？你又没练过武。怎么，想让师傅听你解释啊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师傅在这里，你还要教训师妹。师傅，您也是的，为老不尊，老是想看11笑话。充烂好人。想不想一起去乾兰寺？何时伤到的？为何没有人放消息给我们？无妨，都是小伤。师傅，僧人们都在里边，还有几十个尚未安置好的流民。把兵器留在寺外吧。是。你们在外面候命，看守马匹。是。阿弥陀佛，殿下，这位就是南方来的住持。殿下，他们为什么都坐在这里啊？原本安排了僧房给他们，可是还是有些流民等待安置，就先让给了流民。方丈慈悲啊！殿下慈悲，能收留这些流民和我们。平民无辜，而且大师们都是俗世外的人，谈不上什么。谢云，护送流民去西州城，妥善安置。是。师傅，我去帮忙。麻烦住持带我们去僧房。将军，请随我来。师傅，要剃度了。好，你先去吧，我随后就来。是。是什么人需要大师在这里剃度啊？是流民中的一位，在逃难时受我佛感化，要入本寺为僧。可惜我们的寺庙已经荒废，今日便只能先行剃度，再做安排。如果大师不嫌，本王愿意为你们建一座新寺。哦，殿下当真？阿弥陀佛，殿下慈悲，贫僧感激不尽。快去给弟子剃度吧，别让他等急了。殿下请便，贫僧告退。师爷，新寺的名字，帮师傅想一想。我？你可以慢慢想。想不想看看他们如何剃度？走。
走，带你去藏经楼看看。师傅，方丈，我要同这位施主说几句话。那怎么行？好，将剃刀留下。制住我！你是谁？起来！你们回去吧，我心意已决。我们死都不会离开殿下。你是南萧的人，跟我出去。闲杂人等，给我退下！女将军，是不是抓错人了？此人同我们一路而来，护卫平民，可是出尽了力啊！想要活命，给我退下！话说的不错啊。我竟没关系，慢慢来。久违了，二皇子。殿下，我竟错过了如此的热闹。严肃点儿，正经些。
师傅，干脆把我和四师妹调换一下，让她做师姐算了，整天就会板着个脸训我。我看行。师傅，寺庙那个人是您的旧识吗？是啊，他是南萧的二皇子。早些年，本王跟他有过几面之缘。那时候，他带南萧的皇帝来和我议和，是一位极其受宠的皇子，地位仅次于太子。过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故，他便开始深居简出，不见外客，就连他治下的官员想要见他，都要隔一层纱帘。所以近些年，很少有人见过他。我还以为是个刺客。先将此事密报京师，让陛下定夺吧。凤翘，一会儿带他去佛楼。是。拜师时，十一没能唤一句师傅，今日补上。师傅。你能开口说话，师傅比谁都开心，何必多此一拜？为什么把茶倒了？跟我进来。师傅，怎么不让十一去听曲子啊？难道南萧请来的乐师呢？他倒了一壶茶，我再罚他抄茶名。师傅，你是欺负师妹不会说话，在捉弄她吗？明茶价值千金，却被他任意挥霍，不应该罚吗？心里委屈。你要知道，你倒一杯茶，便是百姓数日，甚至1个月的口粮。你有品茶的喜好，我给你买茶，但我不想你骄纵成性，不知百姓辛苦。俭以养德，你是日后的太子妃，应当做个表率。怎么了？小南成王弟子，理应记得，与太子妃之名无关。徒儿，甘愿受罚。这些茶都是来自南萧，还有吉多王朝的。吉多王朝是我经手的，你等我找找看啊。这个，对，就是这个。你看上面有字，弯弯绕绕的就是了。可这上面写的是肉桂啊。肉桂不是茶？那茶去哪儿了？你何时学的吉多文的呀？
这2年去庙里为你们祈福，能见到极多王朝来的僧人，跟他们学的。能学会人家的语言，一定是常去吧？我想你们了就会去。难怪你谢师兄一上战场就啰啰嗦嗦的，说家里有个小妹妹等着盼着，让大家别丢了命。你三师兄最懂你了。这4位是宫中的死士，跟来保护本王。末将周天行，末将凤翘，参见殿下。本王知道你是跟着小南城王平定6镇叛乱的功臣。皇叔在何处啊？师父在军营，留下我们2人招待殿下。皇叔果然爱兵如子，看来是要和将士们过新年啊。王府内有没有什么景色宜人的地方？我不想他第一次看到我，就感觉到被束缚。王府内有一园林，亭台与鸟俱全，师妹常在那儿练琴。就去那处。府里的人都在议论广陵王，说他自幼姿貌甚美，闻名宫外。今日一见，果不其然，是个难得一见的美男子。为什么要以容貌论高低？长得好总不是缺点吧100年前的西燕国君慕容冲，因容貌胜于女子，幼年时被囚禁为男宠，受尽屈辱。不就是因为生得好吗？你师这些年确实是屈才了。不管是不是未来的夫婿，远来是客，可不能疏忽了待客之礼。你比我更像崔氏的后人。如果你是我，就好了。崔时宜参见殿下。殿下，此处不是中州，无需多礼，起来吧。谢殿下。今年终于不用再看画像了。在中州，常听说南城王府宏壮伟丽，并不以为然。如今置身其中，才觉是真。殿下不要被世人误导了。误导什么？我师父并非奢靡之人，但他身为镇守边关的王，王府势必要造得宏壮，才能收服人心。你怕我和诸王一样，认定他有异心？时宜不敢这么想。本王有眼也有心，
那些皇族和悍将，但凡手中握有几万兵权的，全在造反，或伺机而动，等候时机造反。唯独皇叔不同，北辰有他，何其有幸！师傅，怎么，饭菜不合胃口？贫僧他和在王府佛楼一样，不识好歹。你可不能瞧不起这位殿下。昔日在南萧，他可是文武全才，曾经独自一人单手制服飞驰战马，武功远远在你之上。前尘往事，何必再提？让我再试一下你的武功。贫僧认输。认输不是用嘴说的，须得和我打一场才行。我这个徒弟曾经为了学浮水，在江水沿岸住过半月。反正现在左右无事，诵经之余，活动活动筋骨也好。罢了，那就做一回武僧。切磋而已。再来。凤俏，南城王府的人要输得起啊！我输了。哎呀，四师妹也有栽跟头的一天呀！殿下，殿下，你我切磋一二。我当年在淮水，你我大军临水对峙，险些一战，殿下可否记得？当然记得。彼时我还在为南萧皇帝征战四方，真是个笑话。那时候你我为敌，若要战，必须要分出个胜负。现在已经没有这层关系了，切磋切磋也挺好。言之有理，请。
殿下好身手。不敢当。师傅，我找到一个好地方。好，备马。是。跟我们一起去吗？我没有战马。战马我有，不过是踏过尸海的，你怕吗？不怕。走了。撤！师爷，想不想追上你师傅？撤！殿下，咱们要去哪儿？给新四选旨。什么心思啊？你问师爷。咱们到了再说吧。当心脚下。想好寺的名字了吗？青龙寺。青龙寺。天神之贵者，莫贵于青龙。好名字。为什么要取这2个字？阿娘说，阿爹看破红尘，丢下我和他出了家。他还说，他修行的地方就叫青龙寺。这些年，我一直让崔将军和我哥哥帮我留意，却始终没有找到一处寺庙叫青龙寺。他们都到了，我们走吧。是不错，还挺大的。此处荒废已久，如果能够重建一番，也算是一桩功德。我们刚刚已经查探过了，以此为中轴线，那边是山门和妖殿。钱呀，号呀。四周还可以建4大天王殿、10王殿，还有罗汉殿。殿下想好名字了吗？名字？就叫青龙寺吧。